大家好，林平之，问您一句，提到移民美国被拒签，您脑子里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材料没交齐，担保人收入不够，还是签证官心情不好？我告诉您，这些老黄历到2026年不灵了。今天有一类新雷区，破坏力极大，藏得极深，绝大多数华人听都没听过，但它已经悄无声息的把好多人的移民梦拦腰斩断。这个东西叫什么？它有一个特别拗口、特别官方，听着就让人想划走的词，公共负担。您别划走。林平之用今天这期跟您打包票，2026年移民政策不是在下雨，是直接换天。有3种华人，明明踏实工作、清白做人，却被一套全新的尺子直接亮尽不受欢迎。那一堆，如果您正在办移民，打算办移民，或者家里有孩子在海外，亲戚在申请绿卡，今天这几百字，您一个字都别跳，不是吓您。这是美国国务院官网白纸黑字，2026年1月21日起，铁规矩已生效。在咱们进入正题之前，如果您觉得岁月安心站做的这些内容是把那些没人给您掰开揉碎的隐形雷区一个个拆给您看，请您动动手指点个订阅。林平之在这儿承诺，外面那些吵翻天的焦虑咱不贩卖，咱们只做一件事，把政策翻译成人话，把风险拆解成动作。好，咱们言归正传，到底什么是公共负担？这4个字，您要是光看字面，很容易理解成是不是占了人家便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我又没领过美国1分钱的救济，我又没申请过白卡，这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您这么想，就正好掉进了2026年最大的认知陷阱里。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想象一下，您现在要去参加一个非常严格的寄宿家庭的面试，这个家庭不是光看您带了多少钱来，他们要看的是你以后会不会成为这个家的累赘。他们不光看您今天兜里有没有钱，还要看您的体检报告，看您今年多大岁数，看您以前在别的家里有没有长期让人养着的记录，甚至看您英语顺不流利，有没有一技之长。这些东西它不是您做没做错事，它是人家在判断您未来会不会成为麻烦。过去100多年，美国移民法里一直都有公共负担这根弦，但它过去像一条松松的橡皮筋，大多数时候只是挂在那啊。2019年它紧过一次，2022年又松回去了。可到了2026年，这根橡皮筋不但突然绷成了钢丝，而且它绑人的方式变了。过去它是看你有没有领救济，现在它是猜你将来会不会领救济。您听明白了吗？它不是秋后算账，它是预判。它不看你已经做过的，它猜你将要做的。而一旦进入预判这个逻辑里，很多咱们华人根本不当回事的特征，突然就变成了减分项，甚至是一票否决的硬伤。那咱们华人最容易被预判成公共负担的，到底是哪3类？给您一个一个揪出来。第一类是年龄过了黄金期，身体有老本但又有小毛病的人，这一点太容易被忽视了。很多人觉得我移民的时候才50出头，60不到，我这辈子没得过大病，我甚至还能跑马拉松，我怎么就成了负担了？您别急，政策它不看您感觉，它看大数据。领事馆手里的那套审核标准，在2026年的新指引里写得清清楚楚，他们会重点考虑申请人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多大算大？有没有明确说超过多少岁就危险？没有，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他不说死，但给了签证官极大的裁量权。给您翻译一下，一个45岁的申请人和一个55岁的申请人，放在2026年的这把尺子下，55岁那位天生就多了一道需要解释的题。您没病，您身体硬朗，可您这个年龄，按照美国的人均寿命和医疗成本模型，您未来20-30年使用 Medicare 的概率就是比年轻人高。您不需要真用，您只要看起来以后可能会用，签证官就有理由摇头。更扎心的是体检里的一些小问题，血压高一点，血糖临界，体重指数 BMI 偏高，过去这些东西顶多影响保费，现在他们直接被装进了公共负担的计算器里。您知道2025年11月那份内部电报里怎么写的吗？领事官员被明确指示要把申请人的健康状况和长期照护需求的可能性纳入综合评估。什么叫长期照护需求？不是您现在瘫在床上才叫需求，是您这个指标放在保险公司的精算表上，未来5年、10年进护理院的概率比平均值高，这就够了。咱们很多华人长辈辛辛苦苦排了10几年队，终于轮到面签了，结果就因为体检报告上一个轻度脂肪肝，一个临界高血压被卡在公共负担这一关。您冤不冤？
渊明讲理不讲理，政策不讲理，他只讲模型。第二类是收入不低，但收入结构在美国看不懂的人。这一点杀伤力比年龄还大，因为它几乎覆盖了咱们1半以上的华人移民申请人。您在国内可能是个小老板，每个月的进账不是死工资，是微信、支付宝、现金、银行转账混着来。您开个小超市，您做点跨境电商，您是个有资质的装修师傅，您甚至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您的收入不低，您比美国很多中产都能赚。但问题是，您的收入在美国那套系统里，它不可验证。2026年的公共负担审核，不再是只看您担保人的 I-864 表格上填了个数字就过关的，领事官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去综合评估申请人的财务状况。什么叫综合？就是除了看您交税的记录，还要看您资产的性质、变现的难度、收入的稳定性。我给您举个例子，张先生和李太太两家都申请绿卡。张先生在国内是公务员，每月工资准时进卡，工龄30载，退休金清晰，房产一套自住一套出租，租金有合同。李太太在国内开了10多年服装店，铺子是自己的，生意时好时坏，去年赚了80万，前年亏了20万，钱都在获利和理财里。今年为了移民刚把一批库存低价清了，您猜2026年的签证官会更愿意放谁过关？答案是张先生。不是因为张先生比李太太有钱，是因为张先生的财务状况是低维护成本的。而李太太，哪怕她实际身家远超张先生，但在领事官眼里，她的收入是波动的，她的职业转型是灵活的，她的自给自足是需要持续经营的。万一她到了美国，生意做不起来呢？万一她年纪大了不开店了呢？万一美国的经营环境她不适应呢？您发现没有，这个逻辑里最吃亏的恰恰是咱们华人里最有闯劲、最灵活、最懂得多条腿走路的那批人。您是能人，您哪儿都能活，但在公共负担的预判模型里，能人等于变量，变量等于风险，风险等于拒签。第三类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甚至被冤枉的一类，那些过去几年帮家人签过字、填过表、用过某些福利的非申请人。这一条，请您一定瞪大眼睛看清楚。2026年之前，公共负担的审核有一条铁律，只看申请人本人，不看家属。您是美国公民，您是绿卡持有人，您的孩子在美国出生，他去上学，吃免费午餐，甚至申请医疗补助，这跟您在海外正在申请移民的父母、配偶没有任何关系。以前是白纸黑字写清楚的，但是2026年拟议中的新规要把这一条废除。什么意思？意味着如果您现在已经是绿卡持有者，而您当年为了渡过难关申请过粮食券，或者您帮您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申请过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又或者您有一段时间失业了，领过几个月的失业救济，当时您觉得这是您应得的，您也交了税，您理直气壮。可是现在，当您的父母在国内申请移民签证时，这笔陈年旧账可能会被翻出来，算在您父母头上，说看这家人有依赖福利的历史。您说这讲理吗？从法律上讲，这是正在发生的；从后果上讲，这叫寒蝉效应。移民政策研究所早就发出过警告，一旦家庭成员之间的福利使用记录被关联，几百万户混籍家庭都会面临两难，一边是自己孩子应得的营养餐和疫苗，另一边是万里之外等了10年父母绿卡。您断谁的？很多华人家庭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根弦已经绷紧了，他们还在像2018年那样老老实实在体检表上填无重大疾病，在收入证明上写灵活就业，在社交媒体上晒今天带孩子去打了免费的流感疫苗。他们不知道2026年的镜头是带人脸识别的。说到这，您可能后背已经开始发凉了。您在想，你是不是在吓唬人？是不是又是什么小道消息？好，咱们不讲情绪，讲证据。2026年1月14号，美国国务院官网白纸黑字发了一份公告，宣布自1月21号起，暂停全球75个国家国民的移民签证发放，理由就是这些国家的国民未来成为公共负担的风险较高。您知道这里面有谁吗？俄罗斯、巴西、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泰国，每一个都是人口大国、移民大国。而且您知道最戏剧性的是什么吗？就在这份名单发布的当天夜里，中国被错误地列入了这个暂停名单。虽然到2天早上国务院紧急更正，把中国删掉了，证实这是一次网站发布错误，但您仔细品一品，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如果一个国家完全不在他们的雷达上，
连错误录入的机会都没有。他之所以能被手滑写进去，恰恰说明在国务院的系统里，中国申请人正被放在显微镜下反复端详。这就是2026年的真相，不是政策已经封杀了谁，而是政策赋予了审核官近乎无限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可以凭预感和模型去淘汰那些看起来麻烦的人。没有红头文件说华人不行，但每一个审核环节里，华人都在被拿着更高倍率的放大镜检查。但是我有一条信念从来没变过，吓唬人不是本事，教人怎么破局才是本事。既然咱们已经把这个叫公共负担的雷区给它探出来了，接下来手把手教您怎么排雷，哪怕您已经踩在雷区边上，只要把这4步做好了，您照样能把主动权夺回来。第一步，叫给健康做一次移民体检预演。您千万不要等到领事馆指定的体检中心给您出报告了，才发现血压145，糖化血红蛋白 6.5%， 那时候您什么都改不了了。2026年，体检不是走过场，它是公共负担评估的核心证据。您现在就要做一件事，去3甲医院挂一个最普通的体检科，加一项移民体检预查。你不用跟医生说你要移民，你就说你想全面了解一下自己的慢病风险，重点关注什么 BMI、血压、血糖、血脂，以及任何可能指向长期照护需求的退行性指标。查出来了怎么办？您有至少3到6个月的时间窗口，这个窗口期不是让您焦虑的，是让您干预的。减重 5%， 血压就从临界回到正常，戒掉含糖饮料，脂肪肝就能从重度变回中度。您不要觉得这是为了骗体检医生，您这是为了您自己的命，只是现在您的命和您的移民案绑在同一张化验单上了。第二步，叫给资产换一件美国看得懂的衣服。您在国内有几套房，有几百万理财，有个体工商户执照，这些确实都是您的资产，但您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美国领事官不认识中国个体户，他不是不相信您有钱，是他没时间、没渠道，也没能力去验证您的钱是真是假，稳不稳定。所以您要做的是翻译，不是翻译语言，是翻译信用。如果您是自雇人士，提前2年开始规范您的收入痕迹，把钱从微信、支付宝、现金里有意识的往一张专属的银行储蓄卡里集中，每个月的进账最好有规律，哪怕您自己给自己发工资，也要像正规公司一样备注工资或经营收入，不要等到面签前1个月，找朋友往卡里打一笔巨款，这在领事官眼里不是资产，是债务。如果您已经退休，准备好您每月的退休金流水，连续12个月，中间不要有大额不明进出，稳定的、可预测的、低维护成本的现金流，是抵御公共负担指控的最强护甲。第3步，叫清理家门背后的福利脚印。这一条是专门说给那些已经是绿卡持有人或美国公民的家属听的。您是不是帮孩子申请过儿童白卡？您是不是在疫情那2年领过失业金？您是不是用过粮食券？这些都是您合法享有的权利，绝对不是说您不该用。但是现在有一个新情况，当您的父母或配偶在国内申请移民签证时，这些脚印可能会被关联。您现在能做什么？不是去退福利，那不是办法。您要做的是断舍离。对于那些您其实不需要，只是顺手申请的福利，主动取消。对于那种非现金、非长期、非机构照护类的福利，比如孩子的学校午餐、WIC 奶票，目前还不在明确的审查清单里，但您心里要有根弦。更重要的是，如果您的父母正在签证排期里，这3年尽量不要给他们的担保表格里添乱，不要在父母签证面试的前半年突然去申请一笔公共救济。不是这件事本身有多大罪过，是它出现的时机，会让签证官画出一条连线，看他们家知道老人要来了，开始在老人来之前使劲用福利。第4步，叫把所有可能被误解的地方提前写一封解释信。这一步是我压箱底的技巧。很多人面签被拒，不是因为他真的有硬伤，是因为他没有给签证官一个台阶下。签证官也是人，他手里拿着一个模糊的标准，他面对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外国人的生活履历，他是倾向于拒绝的，因为拒绝没有责任，通过万一出事了要背锅。您要做的是，把他从必须做判断的位置上，拉到他只是走个流程的位置上。怎么拉？主动解释，您体检有一项指标轻度异常，不要等签证官皱眉，您自己写一封信，附上3甲医院的复查报告，说，医生，我这指标去年有点高，后来我戒了酒，减了重，今年复查已经正常了，这是证据。您过去5年换过3份工作，您主动写，这5年我从打工到创业，收入持续增长，
以下是每年的税单和社保记录。您会发现一个规律，签证官拒绝的从来不是有问题的人，而是说不清楚问题的人。您把话说在前面，把路铺平，他顺着走就行。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但今天这期是我2026开年以来最想录的一期。为什么？因为移民这件事，对于咱们普通华人家庭来说，不是一张签证，是10年甚至20年的规划，是把孩子送出去读书，是父母老了以后有人照应，是2代人甚至3代人分处大洋两岸，却还想着有朝一日能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顿饭。这么重的情感，不该被一个手滑的政策误伤，更不该因为咱们信息不对称，没人把这些雷区翻译成白话，就稀里糊涂被挡在门外。2026年的移民变天，变的不是法律条文，变的是逻辑。他不再只问你够不够格，他开始问你会不会麻烦。而我们要做的，不是抱怨这把尺子不公平，是把自己的身板挺直了，让那把尺子量不出任何毛病。岁月安心站能做的，就是继续在这条路上，把那些藏在官方文件里的暗话，一句句给您翻译成人话，把那些被中介当成收费密码的信息，一条条掰开揉碎了摆您面前。您觉得有用，就点个赞，让算法知道这种实在的内容有人看。您觉得身边有亲戚朋友正在办移民，正被这些事儿折磨得睡不着觉，您就把这条转发给他。林平之替他说声谢谢，咱们下期见。愿大家的移民路少一点乌龙，多一点坦途。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都不被叫做负担。